美国智库建议用海量廉价无人机打败解放军。耍大刀的人忘了谁才是关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谁能够更好地使用无人机改变战场态势，经验最丰富的可能是乌克兰军队，而潜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解放军。道理很简单，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无人机产业，小到蜂鸟型的无人机，商用多旋翼无人机，大到察打一体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等等。中国的无人机不但门类齐全，还造价便宜。你要想打消耗战，我就耗死你；你要说能改变作战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更快地试验并投入使用。万万没想到的是，兰德智库负责研究和分析的高级副总裁、曾经的五角大楼战略专家安德鲁·霍恩却建议美军在台海使用大量无人机破坏解放军可能进行的武统行动。美国空军中将克林德·希诺特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一直研究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射空中力量的问题。希诺特总结了10多年来对抗中国军队的经验，他认为我们不仅输掉了兵棋推演，而且输得越来越快。希诺特在几乎找不到办法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术，那就是使用相对便宜的无人机，可能会使解放军的统一台湾岛的计划复杂化。在模拟对抗中，无人机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希诺特称，如果能够大量部署低成本的无人机，会给中国大陆带来两难的境地。由于无人机使用的数量很大，解放军只能优先攻击那些大型无人机，被迫忽视最便宜、最小的无人机，而这些小型无人机正好可以成为其他作战平台的监视和瞄准解决方案。你也可以这么认为，美国计划用大量小型无人机在台海活动，让解放军的导弹打不过来，从而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到的数据为美军的远程导弹提供目标指示。如果解放军用昂贵的导弹去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但做不到，而且还是非常不划算的。采取这样的办法，每交换一个目标，你就处于成本曲线的失败端。希诺特一直以兰德公司的研究团队进行技术模拟，其核心思想是为空军开发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机技术，在网状网络中部署低成本可消耗无人机，就算被大量击落，这个网络仍然存在，而这些存在的无人机可以观察台海的两栖舰船，并向拥有摧毁军舰所需武器的飞机、潜艇和舰船发送信号。美国人认为这些无人机体积小、重量轻，每架成本约为50万美元。中国用于摧毁他们的导弹，每枚的单价约为数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可行的成本强加战略。现在的问题是，解放军如何来应对美军的这种无人机蜂群的骚扰加监控台海的战术呢？首先，仍然是用防空系统对他们进行打击。美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中国早就研制出了专业的反小型无人机的防空导弹和激光武器系统。这些防空导弹的成本恐怕一枚也就是几千美元，用来打50万美元的无人机，我们还是血赚。看过珠海航展就知道了，一车拉着96枚反无人机的防空导弹，我们早就有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又想错了。其次，打击这类无人机更好的手段是激光武器，一次的发射成本才10来块钱。中国如果要保护台海作战空域的安全，部署上百台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又有何难？沙特不就用中国提供的激光武器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吗？最后，用无人机打无人机同样是一个思路。中国完全可以用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挂上小型的空导弹，在台海地区上空对无人机进行来回扫荡。这个技术
现在都已经非常成熟了。总体而言，美军的这套战法最不靠谱的就是他们是否有这样的能力。用50万美元的成本打造通讯能力和抗干扰能力都很强的无人机，美国不一定能做到，反而是中国军队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低成本无人机绝对要比美军的便宜，而且功能可能还更强。何况我们还有很多低成本的防御这些无人机的技术手段，无论是攻还是防，我们都有的是办法。